各位好，这2天发生了太多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比如日本开始往太平洋倾泻核废水，这在西方国家只当成边缘消息进行报道。德国媒体主要报道中国停止进口日本鱼类的反应。我一直在想，假如是中国这么做，西方又会有什么反应？这是否存在双标呢？另一重大事件就是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金乘坐的私人飞机坠毁，无一生还的事。德国媒体及读者当然怀疑是俄罗斯干的，不过普里戈金这个人树敌太多，以这样的方式被除掉，不管是谁干的，一点也不奇怪，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我浏览一下中文媒体，很多读者评论也认为是俄罗斯方面干的。我想，可能永远不会有明确的答案，大家都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版本，就像当初德国北溪输气管被炸一样。德国有人认为是美国干的，有的人认为不可能是美国干的，而是俄罗斯干的。美国是盟友，怎么可能对德国干这种事呢？不可能的。还有些德国人相信是乌克兰干的。好，咱们今天来看看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吧，这可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而重头大戏是金砖国家大规模扩容，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进行了公开批评。作为本应中立的联合国秘书长，现在站出来说这些话，在过去也是极其少见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是第一次发生。这说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早已过时，其他的非西方国家需要更多的话语权，也在情理之中。今天与大家分享一些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读者评论，看看对此事西方人的视角。我们先看看自称中立的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报道。集团将接纳6个国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将成为金砖国家成员。金砖国家决定扩容。金砖国家峰会主办国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宣布，决定于2024年1月1日接纳6个新国家，其中包括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金砖国家联盟希望发展壮大。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峰会上表示，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新兴国家集团已决定邀请伊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根廷成为正式成员。他宣布，这6个国家将于2024年1月1日加入这个国家共同体，这将是该集团的第2次扩容。该集团成立于2009年，南非在第2年才加入。随着新成员的加入，该集团将发展成为金砖加模式。普京称赞拉马福萨的谈判技巧。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就最终宣言和扩大联盟达成一致并非易事，但拉马福萨作为东道主，展现了惊人的外交艺术，调和了各方立场，这也是最终取得成功的原因。普京本人没有前来参加峰会，因为根据海牙世界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他将因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而在南非面临逮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表示，金砖国家的扩大将为该集团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金砖国家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责任重大。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立即对金砖国家的提议表示欢迎，制衡西方主导地位。拉马福萨在前天表示，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根本性改革。他说，新的现实要求从根本上改革全球治理机构，使其更具代表性，能够更好地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南非目前是该国际联盟轮值主席国。该联盟的目的是抗衡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金砖国家还希望减少对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依赖。根据金砖5国自己的数据，到目前为止，5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面积占全球总面积的30%，经济产出占全球总产出的24%。德国知识补充，我在德国电视1台的另一个报道中看到的数据不一样，不是24%，而是37%。因为中国一国已经占了18%了，而印度、巴西等国的经济规模不低，印度刚刚超过英国。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还是取决于中美2个大国的分量。好，我们继续往下。
金砖国家有时很难奉行一致的政策，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不同的优先考量。中国和印度在重要领域也是竞争对手。中国是该集团中最强大的经济体，相对于美国，中国希望进一步扩大其全球实力，对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兴趣浓厚。在今天结束的为期3天的最高级别会议上，该集团的扩容是最重要的议题，许多其他成员也将加入。南非外长拿莱迪·潘多表示，约有40个国家或多或少地对加入金砖国家表示了有约束力的兴趣，其中有20多个国家已经做出明确表示。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加入的标准尚未公布，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在推动纳入新成员，但其他金砖国家直到最近才同意中俄的想法。接着我们看看私人媒体德国民警周刊对金砖国家组织扩容的报道。金砖国家要接纳更多国家，但习近平在哪里？金砖国家希望未来扩大峰会规模。巴西总统再次推动共同货币。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取消演讲，令人费解。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希望今后邀请更多国家参加他们的会议。南非外交部长潘多在南非外交部 Ubuntu 广播电台上说：“我们已就扩容问题达成协议。”潘多说，为此，各国高级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其中包括对希望成为金砖成员国的国家进行审查的指导方针、原则和程序。中国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习近平认为，金砖国家组织必须迅速扩大，预计周四峰会结束时将发表正式声明。据金砖国家称，已有4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伊朗、委内瑞拉和阿尔及利亚。德国只是说明，看了这个报道已经过时了，因为周四的峰会已经结束，而且已经接纳伊朗加入，也就是从2024年1月1日开始，所以这篇报道呢不太准确。好，我们继续往下。金砖国家考虑使用自己的货币进行交易。金砖国家还讨论了在相互贸易中是否可以不使用美元的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说，讨论了使用各自货币的问题。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发言支持一种可用于贸易和投资的共同货币，这将增加金砖成员国之间的支付可能性，降低脆弱性。习近平周三取消出席会议，引发了暂时的混乱。根据官方日程，他本应发表演讲，相反，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上台，代替中国主席发表了讲话。习近平随后出席了领导人晚宴。周三上午，习近平也再次出现在峰会现场。他在第2天会议开始时进入会议中心。中国政府没有对习近平的缺席作出解释。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坚称，中国国家主席发表了讲话。发言人随后转载了讲话内容。中国国家媒体最初也给人留下了中国国家主席亲自发表讲话的印象。有1个人缺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5国领导人中唯一没有亲自到场的，因为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了逮捕令。普京在视频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希望利用2024年担任主席国的机会，扩大联盟的重要性。他说，计划于2024年10月在嘎山市举行峰会。他呼吁在运输问题上加强合作。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代表普京出席了会议。咱们刚才看的是《民进周刊》的报道，因为它的官网已经关闭了评论功能。我们接着看看这家媒体的推特账号上关于该报道的读者评论吧。是的，朋友们，这将是 G7 成为一个小矮人会议，难怪马克龙迫切希望成为金砖国家会议的嘉宾。金砖国家控制着全球80%的石油储备。下一条评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这位读者贴出的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是沙特王储拿着电锯，头顶上流着血，不言自明，对不对？说明这位读者对于金砖国家充满着仇恨与偏见。下一条评论：是的，这样一来，在压迫自己的人民时就会得到支持。下一条评论：这是独裁者和专制者的俱乐部，这个独裁者和专制者的俱乐部越来越大。
阿根廷只是在掩耳盗铃。下一条评论，我们在制裁俄罗斯方面那么卖力，德国外交部长和总理说，普京应该被孤立，我们树立了道德标杆，为什么世界不以我们为榜样呢？下一条评论，这是真的吗？至少有200名《民进周刊》的雇员为中情局 CIA 工作。下一条评论，金砖国家就像世界舞台上腐败失败者的专制、独裁和其他伪民主国家的名人录。民进周刊有另一条关于本次金砖国家峰会的消息，其大意是被称为金砖国家的新兴国家集团将增加6个国家，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埃及。是什么让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如此成功？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吧。多极世界势不可挡，我们将看到美元的终结，然后是欧元。如果不加入金砖国家，德国和其他老西方国家将成为穷光蛋。下一条评论，因为他们都不关心人权。下一条评论，不可思议的联盟。下一条评论，他们没有绿党。下一条评论，很好，金砖国家组织正在变得越来越穆斯林化，很快莫斯科就会有罩袍了，也可以把塔利班也纳入该组织。下一条评论，成功牺牲了谁的利益？我甚至不想谈论缺乏人权、肆无忌惮的压迫少数民族和少数族裔，以及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如果没有民主和人权，经济上的成功有什么意义？下一条评论，他们还没有过度富裕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性别研究等等等等的教师队伍的职员，远远多于理工科的程度。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欧盟消失的无足轻重，这是好事，为改革布鲁塞尔巨头的首脑和四肢创造了空间。下一条评论，金砖国家大于 G7 国家。下一条评论，当你为人权几乎不存在的独裁恐怖国家叫好时。下一条评论，所谓的基于价值观的西方已经终结，未来属于金砖国家。下一条评论，没错，我们在没落。下一条评论，中国正在扩大其战略地位，并将主要恐怖主义国家之一的伊朗纳入其附庸圈。下一条评论，西方价值观通过其政策成功地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对手。我对这2个超级对手的未来充满好奇。下一条评论，迄今为止最大的专制联盟，令人震惊的是，有多少人愿意过被征服和不自由的生活？下一条评论，现在西方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掠夺中东资源了。下一条评论，小布什曾称他们为流氓国家。下一条评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感谢上帝，他们这次选择了真正的民主国家。下一条评论，西方经济真操蛋啊。下一条评论，谁也不需要金砖国家。下一条评论，那我们就用卢布付给沙特人，1油轮的石油要花费3油轮的卢布，沙特人一辈子都不会那么蠢。下一条评论，太好了，我希望德国也尽快加入金砖国家。下一条评论，下一个加入的可能是朝鲜和缅甸。下一条评论，11个国家不必再在美国和北约面前卑躬屈膝，好极了，还有更多国家跟进。下一条评论，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都是石油储量巨大的国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朗都是石油储量巨大的国家，因此能源供应掌握在金砖国家手中。从明年1月起，阿根廷也将加入这一行列。下条评论，德国选择党坚定地站在金砖加国家一边，团结起来反对觉醒的西方自由主义。德国之士说明，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比较别扭，其实这位网友认为这是好事，估计他是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下一条评论，这里的所有评论都在幸灾乐祸地谈论我们西方现在是如何走向灭亡的，要么你们根本就不住在这里，要么你们就是疯子。
竟然为自己臆想出来的灭亡而欢欣鼓舞。下一条评论：9大产油国中6个告别石油美元，告别美国单极主义，大家不会怀念你的。下一条评论：朝鲜可能是很适合的人选吧。最后，我们看几条德国《世界报》，这是一家中间偏左的媒体的读者评论吧。我选择关注度最高的来翻译。第一条评论：3个航天国家和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组成了一个拥有世界45%人口的经济联盟。在这里读到的评论只是嘲笑，我认为这太短视了。下一条评论：我不理解评论中的傲慢，新的联盟正在形成，而不是由西方主导。我们的傲慢是低估了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我们货架上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来自这些国家，无论是药品还是电子产品，我们都无法跟上他们的发展步伐。欧洲正在失去重量和重要性，对我来说，缺少欧洲优先这样的东西。美国在向我们展示它是如何做到的。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都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美国优先。关键词：降低通胀法案。欧盟的利益是什么？我们今天究竟代表什么？10年后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我喜欢欧盟的理念，但我对欧盟的爱值多少钱？如果这是个没有未来的地方，我的感情就一文不值。让我最担心的国家是德国。都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甚至都做不到更换一座奇怪的高速公路大桥。与此同时，中国却在建造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一座座城市，而我们到处松松垮垮。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新的联盟非常令人兴奋。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我们只是廉价的旁观者。下条评论：不幸的是，这里取笑的人将笑不出来。这个拥有自己的货币和军队的强国联盟，在某一时刻将能够对当前的世界秩序造成极大的威胁。下一条评论：这里很多评论都用专制者扎堆的说法，很好地说明了扩容的动机。例如，我觉得把巴西、印度和南非归为专制国家并不太合适。比方说，巴西的问题堪比美国的特朗普时代，但这并不能使其成为专制俱乐部，恰恰是西方集团的傲慢。还有在处理乌克兰战争时的傲慢，这在全球南方国家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也好，言论自由嘛。现在我很想知道，我这条评论会发生什么。下一条评论：由于德国媒体很少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有区别的多方面的报道，因此这里的评论主要是非常片面和负面的。这并不奇怪，就好像欧洲和美国是人类发展的楷模一样。是谁谋杀了卡扎菲，从而导致西非至今仍在遭受苦难和战争？谁是殖民国家？谁对伊拉克发动了非法战争？谁从这些国家的资源中获取了最大利益？值得仔细研究一下，例如 BBC 这个网站和半岛电视台，或者德国之声。德国知识点评：虽然这位读者看似比其他人更理智，但他其实与其他人没有很大区别，因为他其实认为 BBC 或半岛电视台或者德国之声是更客观的媒体，实质上他自己就被洗脑了。下一条评论：中国人是帝国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俄罗斯是一个贪污国家。我想知道，其他国家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和谁上床？好的，朋友们，刚才与大家分享了德国国家电视1台以及《民进周刊》的报道，也分享了出以上2家媒体外加德国《时代报》的读者评论。德国的媒体一般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就是说他们是同温层的人。比较明显的是，德国国家电视台以及《民进周刊》的网友评论中，大多数充满了傲慢及嘲笑，其实是另类的羡慕、嫉妒、恨。而最后我们读到的《时代报》的读者评论，很明显理智很多，表达的水平也更高。虽然最后那位读者说中国人是帝国主义者，但总体来说，这家媒体的读者素质在德国人中算比较高的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见。